春节相亲你花了多少钱哈？我们来算算这个男生春节这几天假期相亲到底花了他多少钱。今天呢，有一个90年的男生跟我说哈，他终于逃脱了家里的催婚和相亲哈，回到了北京。一回北京就觉得一身都轻了。这次呢，他在老家从年前就开始被家里安排相亲了，每天他要看好几个姑娘哈，把自己累得跟狗似的啊。后来呢，加了10几个女生的微信，看了18回热辣滚烫，14次飞驰人生，吃了15次海底捞。他说现在他想起海底捞的名字都想吐。他还爬了9次山哈，累够呛。中意的姑娘呢还是有几个啊，愿意接触一下的。走之前还得给人家买点礼物，出点血都算了哈。关键是一回北京就回到了现实。异地恋他谈的是不得劲儿的呀，啊，那都是北京的吧，想着再约约吧，还得继续花钱，对吧？他说啊，他现在只能一声叹息嘛，没办法啊，谁叫咱是男人呢？所以啊，女生们也看一看哈，其实真的不要怪啊，现在的男生他们有点算计，有点小抠门哈，你们呐得理解理解他们呢啊，我说的对不对呢？之前呢总是在说女生找对象的一些奇葩事儿啊，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男生的真实版本，你们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要求到底好不好找。90年的男生，北京人啊，身高1.88米，美国留学了8年，名校的硕士啊，双硕士。现在他就职于某国企，月薪1万多。另外呢，有一些股票投资收益啊，父母名下2套房，他自己名下也有2套房。爱好读书、写作、探戈、街舞，擅长做日本料理和潜水、游泳、篮球、狩猎还有马术。你们看看他这兴趣爱好，他父母真没少培养他。男生真的是很优秀，对吧？那我们把男生介绍完了，来看看这位优秀的男士到底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择偶要求啊。各位看官，那就仔细的听着了啊。我的择偶要求并不算高，首先我要简单说一下我的家族，我是某名人的曾孙，6代单传，女孩最好也是能门当户对的。那他这一条的意思呢，就是说女孩也得是个名门望族的。这个有一点点难度，但是还好说啊，毕竟是在北京嘛，找一个名门望族的姑娘呢也没有那么难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第2条呢，他说女方啊家族必须往上8代都是读书人，不能有白丁，并且必须为国家做过贡献，不能是商人。妈呀，这一条难度一下子提高了8度。我就问你们，有几个人能知道自己家里8代祖宗的事儿啊？你能知道吗？还必须为国家做过贡献呢，这也太难了吧。那第3条啊，他说有钱没钱无所谓，学历无所谓，但是必须有足够的学识。那我就问问这位双硕士，你是不是读书都读傻了呀？你瞧瞧你说这话，学历都无所谓了，但是又必须有足够的学识，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没有饱读诗书的人能有足够的学识吗？这不就是一句废话吗？我呀当时在想，这孩子呀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精神是不是有点问题。他的这第4条哈，身高最好是170以上，长相漂亮，必须有留学背景，跟我有聊得来的地方，比如说在考古、历史、人类学各个方面有所研究，熟悉中外思想家的发展和流派，对于古籍善本有少量的研究啊，会比较有帮助，能够陪我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并且呢能聊得出来一些东西。这一条啊，我觉得难度已经到了10级，我感觉根本整不了了啊。结果啊，他说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啊，就是这女孩啊最好会跳交谊舞，会骑马，英式安和西部安都可以。我真的是给他搞蒙圈了啊！现在的90后还有会跳交谊舞的吗？反正我是有点怀疑。看完他这几条之后啊，我就说你是来搞笑的吧？你是正经来找对象的吗？他说是啊，我当然是来正经找对象的呀。我还有最后一条我要补充一下，我对他个人的经济方面没有要求，不要求会做饭会做家务，不要求对方的财力房产或者是车，但是我希望呢他能理解世家弟子的一些规矩和难处。哎呀我的妈呀，我说你能理解一下我们的难处吗？估计啊您这样的要求只能去定做了啊，没有现货的。真的是什么奇葩你都能见着，你们觉得他找得到吗？真不知道他呀，这到底是在为难我呢，还是在为难他自己呀？最近有个事儿啊，我跟大家念叨，在相亲的时候啊，主动的女生到底有多吃香？一说这句话，可能又有女生想骂我啊，你就先别喷了啊，听我说完。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见了太多了。这不啊，前几天
刚领证领完的一对啊，给我来报喜，我就知道这个女孩能嫁得很快，也嫁得很好。就半年前啊，我安排他俩见面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是僧多肉少，优秀的男生少啊，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女生呢也见这个男生。话说啊，这位男生条件呢是真心不错啊，在银行工作，硕士学历，北京有房有车啊，90年的180的个，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啊香饽饽了，所以两个女生呢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啊能有发展。男生呢对这两个女孩长相啊他都挺满意的，但是当时啊有点分不出伯仲，所以呢他觉得跟这两个女孩啊要不就先都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性格再定。结果经过了1个多月的接触下来，男生决定选择其中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啊，其实他原本呢是内心是比较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他说那个女生啊明显就是慢热型，发个信息啊很久才会回复，约他出来约了2、3次才说自己有时间，平时聊天话很少，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出来约会从来没有买过单，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主动买过，送他回家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一句谢谢都不会说啊，也给他送过小礼物啊，那女孩啊也欣然接受，但是从来没有回馈过任何东西。这个男生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啊，她到底是很享受这个追求她的过程呢，还是她对自己就没有那个意思呢？而那个主动的女生就不一样了啊，在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等着男人追求的时候，她已经跟男生一起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会给男生做烘焙，做小饼干，做糕点，带着约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品尝她的成果。她也不会半天不回信息啊，看到了就会回。她也会主动的约男生一起去爬山，去骑行，回到家还会跟男生分享今天的心情。男生请她吃饭，她也会请男生喝咖啡。男人请她看个电影，她也会买好奶茶。男生给她送个小礼物，她也会回馈点小心意。男生送她回家，她会每次下车的时候都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就是这么个开心快乐可爱的女生，直接秒杀那位慢热的啊！结果你们都知道吗？我后来问过那个慢热的女生，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说没有，我挺喜欢他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如果是你，评论区说说啊，你会选哪位？北京的剩女数量已经居全国之首，就是因为这些大龄剩女在现实当中，她把男生的顶配条件当成了最低的标准。你就看看我这儿来的相亲的女孩，这么多女生啊，她们的要求随便你看一眼，上边都写着，我要求男生有金房，有金户，身高最好1.75米以上。你一问啊，人家就说这个应该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吧，在北京没有房子不稳定，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怎么办啊？但是他就没有想过，人家有这些东西的人就没有一点要求吗？人家凭什么看上你啊？再说了，你就不能自己买房，自己争取金户吗？那你说你自己什么都可以没有，那凭什么要求对方就得什么都有呢？你劝他降低一点条件吧，他马上就给你白扯啊！又是那句话，我们女的不得给男生生孩子吗？妈呀，你听一听，好像这孩子都是给男人生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似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大龄女了，脑回路都长得不太正常。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啊，才有这么多的剩女在北京。我跟你说啊，人家有房有户口的男生还真不缺愿意给他们生孩子的女生。北京落户有多难，你知道的吧？如果一个男生综合还不错，光有一个北京户口，就有多少女生来抢这个男生了？现实就是那种有金房有金户还有金牌的，那你即是属于北京市场的顶配了。说实话啊，那只有他挑别人的份儿啊，人家有金房有金户的女生也愿意找这样的男生，没有金房没有金户的，但是年轻漂亮的女孩也愿意给这样的男生生孩子呀。你说说，你自己没金户没有金房，年龄还大，长得也一般般的，你有啥优势啊？人凭啥找你呢？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说这又要求金房又要求金户，还要求年薪多少多少啊？什么未婚啊，学历要好了，家境背景还得过得去了，身高得1.75米以上了，你就这么整，你能找着才怪了。我就在这儿问问这些有金房有金户身高达标的男人，你们愿意找一个30多岁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年轻漂亮的？最近我这来了一位35岁的女士啊，跟我呢吐槽她最近啊相亲的一些经历。她觉得呢，现在遇到的很多男的呀都挺奇葩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啊，她已经见了不下20个男人了，但是她发现这些男人呢都怪怪的。比如说啊，请她吃饭吧，还要跟她 AA， 逛个商场吧，什么都不会买的啊，也不表示一下诚意，搞一副穷酸样出来，也不知道给谁看的呀。甚至啊，他们连饭都不会请她吃，直接一瓶矿泉水，找个地方一坐啊，好点的呢，请她喝个奶茶，逛个公园啥的啊，或者呢喝口咖啡。约会吧啊，没有一个会开车去接她的，还别说送她回家了，真的实在太抠门了。还有一个男士啊，直接就问她哦，你有没有打过胎啊？跟前任同居了多久呢？这种人啊，简直情商不要太低了啊！他介意我跟前任同居过，难道他就没有跟他的前任同居过吗？不要太双标了好不好？还有一位说，结婚的话，希望以后的生活中所有的开销全部都 AA 制。那我就反问他，那生孩子是不是也可以 AA 啊？哺乳是不是也可以 AA 啊？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也都 AA 吧？你说是不是好笑啊？还有一位啊，问我结婚要多少彩礼，那我就照实说呗。我说我们家就从简了啊，6万就行了，图个吉利。结果人家好吧说，你们女人可真物质。那我就没有搞懂哈，我是跟他要豪车了还是要豪宅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一谈到钱就变成物质了。我就说，那不要彩礼也可以啊，我有房子啊，你可以不用买啊，我呢也有车，你可以不用置办，来我们家住就可以了。婚后呢，如果有了孩子呢，我的房子还可以写你的名字。结果啊，这位立马就说那可以啊，可是啊，我却加了一条附加条件，那就是以后的孩子得跟我姓。他说那哪行啊，我堂堂7尺男儿，孩子跟你姓，那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列祖列宗呢？所以你看啊，男人其实也很现实，不知道为什么啊，过了30岁以后，相亲男人的条件是一个不如一个了。条件呢稍微好一点的呢，不是有这毛病就是有那问题，还挑得不得了。这些男人当中只有一个认认真真请他吃了一顿饭，还送了他一束花，他自己啊还感动得不得了。最后啊，他还感叹了一句啊，想想还是以前的男人格局大啊。和他相亲的时候呢，他们不仅会请他吃美味佳肴，还会给他带小礼物，最后呢，他们还会安全的把他送回家的。于是我说，那以前那些男的对你那么好，也没见你成啊。我觉得呀，你是被以前那些人啊给宠坏了。想一想，你20多岁的时候，经常都有男人请你吃饭、送礼物、送你回家，对吧？可是呢，最终你不还是对人家说 no 嘛？而且啊，相亲期间所有的费用啊，基本上都是男人在承担。其实这样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请你吃饭、送礼物、送你回家，你不是也不同意人家交往吗？所以现在你觉得这些抠门的男人格局小，但是那些格局大的男的，你不也拒绝了吗？说白了，如果你的格局大，你怎么不请他们吃顿饭呢？你们说对不对？最近有一个女粉丝给我留言啊，她说，欣姐，我感觉看你的视频怎么都在说女生的问题啊，男生就没有问题了吗？你说话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为什么就知道劝女生去降低要求，不去劝劝男生呢？难道女生就活该要将就吗？还有啊，女生跟男生出来相亲吃饭，本来就应该男生来买单啊，要不怎么给我们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呢？要是连一顿饭钱都舍不得花，还出来相亲干什么呀？他就活该单着。我觉得他提的这2个问题啊，很好，非常具有代表性啊，代表了大部分剩女的心声。其实你们也都应该发现了，不只是我，几乎全网所有的红娘都在说女生找对象的时候呀，要清醒一点，去正视自己的条件，再选择你的要求。为什么我们不劝男生啊？因为人家男生的要求已经够低了。就拿我们北京本地的男人来说，人家有房有车有户口，人家的要求啊，可能就是说这个女生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行，然后呢长得漂亮点，其他都不做要求了。那我请问，人家还要怎么低呀？对吧？另外呢，很多的女生啊结不了婚，还不是因为你们对男生的经济条件、外貌要求都高出了边界吗？还说呢，相亲的时候就一定得男人来买单。我请问是谁规定的这一条呢？人家买单，那是人家做人的风度，人家不买单，那也没什么毛病。你跟人家还八竿子打不着任何的关系呢，就2人坐那儿认识了一下，就一定得男生来付出吗？你们不是一直都在喊着男女平等吗？这时候就不用平等了是吗？还有个女生在评论区里头问我说，一顿饭钱都那么算计的男人，
你为什么不去劝劝他多赚点钱呢？我真的是笑了啊！我们确实可以劝他们多赚点钱，但是人家男生如果真的赚到很多钱了，还会看得上你吗？你现在又想复婚啦？早干嘛去了呢？今天啊，我这里来了一位36岁的离异女士啊，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1线城市本地人啊，有车有房，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啊，真是还不赖啊。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呐，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对吧？结果呢，人家说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呀离婚了啊。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离了，对方却没离，就这么个事儿啊。2个人没有多久啊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挣几个钱有多辛苦。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才是真心的好，开始后悔了啊。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想复婚。最后呢，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她3番2次的找借口上门献媚啊。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并对她说：“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她眼看着这婚啊是复不成了，所以呢就想到来找我们。她提出了几条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第一，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不跟父母同住。第二呢，身高不能低于178，因为前夫是180的啊，还不能秃顶，不能太丑。她说呀，要不然亲不下去嘴呀。第三啊，年收入呢至少100万，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俩呢？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不过分吧？我听完之后呢，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啊！我说抱歉呀，就你提出这几项，任何2项加到一起，那都是王炸。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据统计，有80%的离婚都是女方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有很多女人呢想要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啊又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各种乞求、哭泣、承受痛苦以及承受损失，甚至是下跪。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是没有这种心理的，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或者跟丈夫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但是她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有多艰险，认为离开他之后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她们。她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对自己是最好的人。可是当她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因为男人更理性的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那现在你回来了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我该失去的，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这些女人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是不是？